美国独立时只有13个州，其他一大半的土地竟然都是从欧洲国家买来的。从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开始，美国在短短1个多世纪里，将领土面积从独立初期的约230万平方公里扩展到如今的937万平方公里。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番。翻开美国地图，你可能很难想象，这片横跨北美大陆的广袤国土，竟有超过一半是通过交易获得的，其中仅通过购买获得的土地就超过400万平方公里，占当前美国本土面积的50%以上。这是什么概念？如果把这些购得的土地整合起来，其面积相当于6个法国或者11个德国，甚至比整个印度还要大出不少。具体来看，这些购地大单个个分量十足。1803年从法国手中买下的路易斯安那，面积约214万平方公里，几乎是当时美国原有领土的1倍。1867年从沙俄购得的阿拉斯加，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是美国面积最大的州。1819年从西班牙获取的佛罗里达，面积约18.67万平方公里。1853年从墨西哥购得的加兹登地区，面积约7.7万平方公里。此外，还有1848年美墨战争后，美国以获得补偿名义所拿下的新墨西哥等地区。虽然这属于战争结果，但也包含名义上的购买成分。虽然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买下这些领土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在200年前完成这一系列购地动作的总花费，在当时看来也堪称天价，约为3720万美元。这笔钱在19世纪是什么概念呢？以路易斯安那购地的1500万美元为例，相当于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2倍多。因此，对于那时的决策者而言，要做这么大的决定也很需要魄力。这要直接平移到现在，那就更不得了。按照最新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全年财政收入是5.235万亿美元。要是现在让美国花10多万亿美元去买地，那简直是神话了。不过，如果按购买力来换算，那购地的花销就真不算贵了。1803年的1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30美元，那么这笔交易放到现在就价值约4.5亿美元。而购买阿拉斯加的720万美元，按今日币值则超过1.2亿美元，真不算贵了。因此，与这些土地蕴含的资源和战略价值相比，上述的这些投入堪称世纪投资。而且每当购买领土的契机出现时，美国也不是完全等欧洲国家出售，而是会不断向欧洲国家施压，颇有些强买强卖的味道。因为美国总能敏锐地抓住欧洲殖民国家的困境，通过军事威胁、外交施压、经济诱惑等多种手段，迫使对方不得不出售领土。利用战争困境是美国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例如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正是抓住了拿破仑在欧洲战场和海地殖民地的双重困境。当时拿破仑的军队在海地遭遇惨败，失去了维持北美殖民地的能力，同时又急需资金对抗英国，这才让美国有机会以1500万美元的低价买下路易斯安那。同样1867年阿拉斯加交易，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财政濒临崩溃，又担心英国从加拿大出兵夺取阿拉斯加，这才急于将这块烫手山芋卖给美国。军事威胁则是另一个重要筹码。1818年，美国将军安德鲁·杰克逊以追剿印第安人为名，率军入侵西班牙控制的佛罗里达，占领了重要军事要塞，俘虏了西班牙总督。这一军事行动直接迫使西班牙坐到谈判桌前，最终在1819年签订亚当斯奥尼斯条约，以500万美元的补偿款将佛罗里达割让给美国。这种先占后买的模式本质上就是赤裸裸的强权逻辑，外交施压和法律陷阱也被美国运用的炉火纯青。在横贯大陆条约谈判中，美国国务卿亚当斯利用西班牙殖民帝国衰落的弱势地位，不仅要求西班牙割让佛罗里达，还趁机划定了美国与西班牙在北美西部的边界，为日后进一步扩张埋下伏笔。而所谓的补偿款往往也并非直接支付给卖方政府，而是用于补偿美国公民对卖方国家的索赔。这种巧妙的财务安排进一步降低了美国的实际成本。从法国到西班牙，从沙俄到墨西哥，这些曾经的殖民帝国在与美国的领土交易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我们就先以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为例，看看美国当时是如何与法国交涉。
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堪称1500万美元买下半个美国的世纪捡漏。美国能谈下这一单，主要还是因为拿破仑当时正焦头烂额。1803年的欧洲大陆，拿破仑的征途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他刚刚通过1800年的圣伊尔德封锁密约，从西班牙手中秘密收回了路易斯安那的控制权，本想将其打造成法兰西在北美的殖民明珠，但现实很快给了他沉重一击。在加勒比海的海地岛，黑人领袖杜桑·卢维图尔领导的起义军正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岛。拿破仑派出自己的妹夫，也是妹夫勒克莱尔，率领4万精锐远征军前去讨伐。结果不仅没能镇压起义，反而在黄热病的肆虐下折损过半，连勒克莱尔本人也葬身热带丛林，失去海地这个蔗糖王国。路易斯安那作为粮食供应基地的价值也瞬间暴跌。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对法国港口的封锁，让跨大西洋补给线岌岌可危。拿破仑意识到，远在北美的路易斯安那就像悬在海外的孤悬之地，随时可能被英国夺走。更要命的是，欧洲战场的军费黑洞正在吞噬帝国财政，与第3次反法同盟的战争迫在眉睫。他急需一笔巨款来支持陆军作战。在这样的困境下，路易斯安那从战略资产变成了烫手山芋，出售这片土地换取现金，成为拿破仑无奈却现实的选择。美国时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很快便嗅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美国西部的农产品要通过密西西比河运抵新奥尔良港口出口，而西班牙刚刚将路易斯安那归还法国的消息，让美国对这条经济生命线的控制权充满焦虑。杰斐逊最初的目标很保守，他派出特使罗伯特·李维顿，计划用200万美元买下新奥尔良港口的永久使用权，就算成功。1803年初，杰斐逊又加派詹姆斯·门罗前往巴黎，将预算幅度提高到1000万美元，务必与法国达成协议，确保密西西比河的通航自由。可连美国自己都没想到，当谈判代表团忐忑地敲开法国外交部大门时，拿破仑的财政大臣塔利朗却抛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提议，那就是法国愿意出售整个路易斯安那这个总面积达214万平方公里的庞大领地，相当于当时美国国土的1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馅饼，李维顿和门罗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凭借商人般的敏锐果断接盘。经过数周谈判，双方最终以1500万美元成交，每平方公里仅7美元，每英亩折合3美分，比当时美国本土的地价还便宜。消息传回国内，联邦党人炸开了锅，他们抨击杰斐逊总统违宪，因为宪法里根本没有总统可以花钱购买领土的条款。但杰斐逊巧妙地绕过争议，强调这是条约权利授权的外交行为。这笔交易让美国领土面积从约230万平方公里飙升至444万平方公里，一夜之间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巨人，堪称是一场改变国运的交易。路易斯安那购地就像一剂强心针，彻底激活了美国的扩张基因。这片广袤的土地后来孕育出15个州，包括今天的阿肯色、密苏里、艾奥瓦、内布拉斯加以及部分的科罗拉多、蒙大拿和北达科，它连密西西比河都从边境线变成了美国的内河。美国的西部边疆也骤然向西推进了1600公里。购地协议签署之后，杰斐逊总统马不停蹄派出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队，开启了对西部的科学考察与领土宣示。成千上万的拓荒者驾驶着大篷车，沿着俄亥俄河和密苏里河涌向西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肥沃的密西西比河谷成为美国的重要农业区，棉花种植园和谷物农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而对于拿破仑来说，这笔交易也解了燃眉之急。1500万美元中的大部分被直接投入军费，帮助他在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击败奥俄联军，缔造了三皇会战的辉煌。只是当时的拿破仑也不曾想到，他用半个北美换来的军费，最终养肥了一个未来会取代法国霸权的超级大国。路易斯安那购地不仅是一笔土地交易，更是美国从大西洋国家向大陆国家转型的关键一跃，为其日后的全球霸权埋下了第一块基石。而美国的动作到此还未结束，
美国拿下佛罗里达之后，很快将目光移到了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半岛身上，此地当时正被西班牙占据。但19世纪初的西班牙帝国早已不复初代日不落的荣光，这个曾经的殖民霸主在欧洲拿破仑战争中元气大伤，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力日渐衰微，佛罗里达半岛随即也成了西班牙殖民体系中最棘手的烂摊子。由于距离西班牙本土过于遥远，加上驻军和行政成本高昂，当地治理几乎陷入瘫痪，逃亡的黑人奴隶、反抗的塞米诺尔印第安人以及来自美国的走私者在此交织，让这片土地沦为法外之地。塞米诺尔人频繁越境，袭击美国边境定居点，而西班牙总督对此束手无策，甚至暗中资助印第安人对抗美国。更让美国不满的是，佛罗里达成了南方奴隶主眼中的逃奴天堂，大量黑奴逃到这里寻求庇护，严重威胁美国南方的种植园经济。面对佛罗里达的治安失控，美国最终还是露出了强硬的一面。1818年，绰号老山胡桃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以追剿入侵的塞米诺尔印第安人为借口，率领3000名士兵悍然越过美西边境，直扑佛罗里达。这支军队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占领了西班牙在彭萨科拉的军事要塞，甚至俘虏了西班牙总督和2名英国商人，指控他们煽动印第安人叛乱。杰克逊的军事行动完全无视西班牙的主权，却精准地击中了西班牙的软肋。此时的西班牙正忙于镇压南美独立运动，根本无力在北美与美国开战。消息传到马德里，西班牙政府震怒却无可奈何，只能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抗议。而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则顺水推舟，以杰克逊的军事占领为筹码，向西班牙提出2选1方案，要么西班牙加强对佛罗里达的治理，要么就将其出售给美国。在军事压力和现实利益的权衡下，西班牙不得不低头拿钱了事，并于1819年与美国签订亚当斯奥尼斯条约，正式开启佛罗里达的转让谈判。条约规定，美国获得佛罗里达全境约 18.6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作为对西班牙补偿，美国需要在名义上支付500万美元。但这笔钱并非直接交给西班牙政府，而是用来赔偿美国公民因为西班牙殖民当局在佛罗里达的行为所遭受的损失。美国看似出了500万美元，实际上大部分钱还没到西班牙手里，就又被美国拿回来了。最终支付给西班牙的数目要远远低于500万。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西班牙也在条约中要求美国以后要放弃对德克萨斯的领土要求，但这片土地在几十年后又被美国通过美墨战争收入囊中。按当时的交易价格计算，佛罗里达每平方公里仅约 26.8 美元，比路易斯安那购地的单价还要低廉。1821年，美国正式接管佛罗里达，将其设为领土。1845年，佛罗里达正式成为美国第27个州。这场以补偿为名的交易，不仅让美国获得了战略要地，更暴露了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衰落，为美国在美洲的扩张扫清了东南障碍。而美国为了打通整个南部领土，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19世纪中期的美国，一场关于全国铁路建设路线的争论正席卷全国。北方资本家主张从密苏里州出发，经落基山脉北部抵达太平洋，而南方种植园主则坚持铁路必须贯穿南方，从新奥尔良向西延伸至加利福尼亚。这条南方路线的关键节点正是墨西哥北部一片看似荒芜的沙漠地带加兹登地区。这块位于如今亚利桑那州南部和新墨西哥州西南部的土地，是北美大陆少有的平坦通道，能够避开落基山脉和科罗拉多高原的险峻地形。对于南方而言，控制这条铁路不仅意味着经济利益，更关系到奴隶制扩张的未来。只有将铁路修到太平洋，才能将棉花、蔗糖等产品直接运往亚洲市场。值得注意的是，美墨战争爆发后，墨西哥虽割让了大片领土给美国，但加兹登地区仍属墨西哥所有。两国在边界划分上存在诸多模糊地带，这为美国的下一步行动埋下了伏笔。1853年，美国驻墨西哥公使詹姆斯·加兹登带着总统皮尔斯的密令抵达墨西哥城。此时的墨西哥刚经历美墨战争的惨败，国库空虚，政局动荡。加兹登开门见山提出购买加兹登地区，墨西哥总统圣安娜起初断然拒绝，
称宁愿战死也不割让一寸土地。美国随即展示强硬姿态，在美墨边境集结军队，宣称要保护边境居民免受印第安人袭击，同时暗示若谈判破裂，不排除武力夺取的可能。墨西哥政府军力不足，颇感压力。经过双方3个月拉锯，双方最终在1854年签订条约。墨西哥将 7.7 万平方公里土地出售给美国，价格1000万美元，每平方公里约130美元，是路易斯安那购地单价的18倍。美国一获取加兹登地区，南方铁路公司就迫不及待地启动了勘测工作。1858年，南太平洋铁路破土动工，沿着加兹登购地的平坦地形一路向西，最终在1883年与加州铁路接轨，实现了美国南方与太平洋海岸的直接连接。这条铁路不仅将德克萨斯的棉花、路易斯安那的蔗糖源源不断地运往旧金山港口，更将美国的领土控制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彻底巩固了美国两洋国家的地理格局。与此同时，美国在购地范围内设立军事要塞，逐步清剿阿帕奇印第安部落，为移民定居扫清障碍。1912年，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先后成为美国第47和48个州，标志着美国大陆领土扩张的最终完成。而对于墨西哥来说，这笔交易带来的不仅是领土丧失，更导致其北部经济命脉被美国掌控，从此陷入长期的发展困境。加兹登购地这块看似不起眼的沙漠拼图，最终成为美国大陆扩张的收官之作。美国的下一次购地动作则瞄准了当时的沙俄帝国。1867年3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威廉·西华德又以720万美元总价从沙俄手中买下了与美国本土并不接壤的阿拉斯加。虽然我们今天会觉得这个动作是神来之笔，但与之前的购地案截然不同。美国国内当时全部认为这是国务卿在犯傻，纽约论坛报公开嘲讽这是西华德的蠢行。漫画家们在报纸上画着北极熊穿着美国星条旗马甲的滑稽形象，人们纷纷声称这片152万平方公里的寒带土地是西华德的冰箱，北极熊花园。普通民众对此就更不理解了，720万美元相当于当时联邦政府半年的财政收入，不好好修路建桥改善民生，跑去买一片中年冰封，除了极光和驯鹿一无所有的不毛之地，这是不是国务卿收了俄罗斯人的贿赂了？要知道，这笔钱如果用来铺设铁路，可以从纽约一直修到旧金山，但在当时的美国决策层看开，买下阿拉斯加本就是战略投资，现在没用，但万一将来能派上用场呢？而且当时的沙俄也是急于出售阿拉斯加的，美国不买，其他欧洲强国把这里占下来，对美国同样是威胁。要知道，沙俄在1853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打得惨败，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沦陷，黑海舰队全军覆没，国库亏空到连军饷都发不出。此时的阿拉斯加对沙俄而言，早已不是1741年白令发现时的新边疆，而是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每年驻军和行政开支高达50万卢布，却连毛皮贸易的收益都覆盖不了。更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寝食难安的是，阿拉斯加与英国殖民地加拿大接壤，一旦英俄再次开战，英国从加拿大出兵，只需1周就能占领阿拉斯加，沙俄根本无力跨太平洋驰援，与其被英国抢走，不如卖给美国换笔现金。这就是当时沙俄财政大臣同意出售阿拉斯加的核心逻辑。俄驻美大使斯托克尔更是将这笔交易视为战略阳谋，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1867年3月30日，斯托克尔与西华德在华盛顿签订条约，以每英亩2美分的价格成交。沙俄终于甩掉了这个北极包袱，换回了急需的战争赔款资金，而美国对阿拉斯加也从此开始了缓慢开发。1896年，阿拉斯加克朗戴克河发现黄金，数万人涌向这片冰箱，掀起淘金热，仅10年就开采出价值 1.5 亿美元的黄金，相当于购地款的20倍。1968年，普拉德霍湾油田的发现，更是让阿拉斯加一夜暴富。这个北美最大油田的储量占美国已探明石油储量的 20%， 每年为美国创造数百亿美元收益。如今的阿拉斯加已探明的矿产资源包括43种稀土元素，世界最大的锌矿和丰富的煤炭，
其渔业资源占美国海产品总量的 60%。而在军事方面，阿拉斯加的价值更是无可替代。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北极前哨，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部署着 F-22隐形战机，控制着北极航道的战略要冲。从1867年720万美元的投入，到如今每年超500亿美元的经济产出，阿拉斯加成了美国的又一笔成功投资。俄罗斯人就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至于美国买到的下一块领土又会是哪里呢？欢迎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